加戲，繼續加長。你敢想，一部成本僅1400萬，全員素人，沒有特效，沒有流量明星，全片只講喬皮、祖孫一鄉守望的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內地狂攬20億票房，漂洋過海抵達新加坡後，直接把整個獅城華人圈攪了個天翻地覆。先說兩組極端到離譜的數據大家先品品其中的荒誕。首輪僅開放嘉年華，宜豐城8場潮語原聲專場，4800張票，開票1個半小時全網秒殺，購票系統直接宕機維修。最後電影院只能一邊擦汗一邊舉着白旗，得加戲，繼續加場。二度追加8場原聲，合計16場，9600張戲票再度瞬間搶空，無數潮州長輩守在電腦前刷新一整天，半張票都摸不到。第三度資媒局 IMDA 松口批准加映50場，一次性放出16000張原声票，下午3點才正式開售。中午全島影院門外就掛起蛇形長龍，宜豐城門外足足上百人頂着烈日排隊等候，只為搶一句原汁原味的阿嬤。69歲黃女士早上10點就帶着孩子到場，苦等5小時，成為全場第一位拿到票的觀众。來佛士訪上班族李敏玲直接向公司請假離崗，一口氣買下8張票，兼顧長輩孩子，還要幫網上購票失敗的親友代購。66歲陳木香明明已經看完普通話配音版，直言華語版不難看，但我是潮州人，所以它不夠地道，只有潮州話才是這部電影本該有的模樣。在家反覆刷網頁，遭遇平台崩潰，專程搭巴士線下排隊1刻鐘，只為一張潮語原版票，場面火爆到什麼程度院線片商看完售票盛況，火速向 IMDA 遞交申請，要求再加映100場原聲場次。直言從來沒見過一部文藝鄉土片能在新加坡掀起如此瘋狂的搶票熱潮。最割裂、最啼笑皆非的反差就在這兒，一邊是數萬民眾不惜請假，苦等數小時，跨影院奔波，瘋狂追逐一句鄉音，為祖輩消失的潮州方言奔走。另一邊，新加坡老牌文化媒體聯合早報連篇累牍刊發8篇評論，從沈澤偉拋出統戰工作最高境界，到韓友梅撰寫長文哭訴遭遇認知戰圍獵，把純粹的鄉情鄉愁百年僑民情誼硬生生扣上了地緣博弈、情感滲透的大帽子。今天我跳出大眾淺層的爭吵，拿出3個普通人根本看不見的刁鑽維度，完整拆解這場由一張電影票引爆的全民大辯論。第一，逆向復盤1979年講華語運動40年功過，看懂政策初衷合理，一刀切執行卻釀成方言瀕臨消亡的文化悲劇。第二，拆解輿論雙重標準底層心魔，民眾渴求鄉音是刻在血脈裡的本能，部分精英卻草木皆兵，把華人文化共情視作隱患，完美複刻夷陵道府的認知陷阱。第三，區分3層身份認同邊界，給出兼顧國家國民認同、族群方言文脈、跨地域華人共情的中庸落地解法。我是白帆大招，歡迎來到老友記。中庸有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統一溝通的華語與承載祖輩遷徙記憶的潮州方言，本可以共生共存，無需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可一封寫給阿嬤的樸素家書，硬生生撕開新加坡隱藏40年的文化身份裂痕，背後藏着160年下南洋華人不為人知的血淚與心血。很多人簡單把民眾排隊搶票歸類成單純的追捧熱門影片，實則完全本末倒置。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李子霖副教授說的一針見血，華語是我們校園後天習得，用於跨籍貫溝通的疊加語言，潮州話、福建話、客家方言才是祖輩漂洋過海帶來刻在族群骨子裡的原生文化載體。回溯40餘年語言政策數據，對比直觀刺眼。1979年講華語運動啟動之初，近70%新加坡華人在家日常使用各類方言，到2020年，在家使用方言的人口比例暴跌至8.7%。如今，半數新加坡華人最熟練的日常語言已經是英語、潮州、閩南方言，只有60-70歲的長輩能夠流利對話，年輕一輩大多只能聽懂零星詞語，完整交流已然艱難。影片中出現潮州傳統成人禮、出花園，
觀影民眾吳思林深有感觸。15歲那年，父母完整的為他舉辦全套民俗儀式。可去年外甥女年滿15，這套傳承數百年的儀式早已無人見習。方言消亡，從來不只是失去一門說話的語言，依附方言而生的僑批文化、宗族禮儀、下南洋遷徙故事、民間傳統習俗，會同步一同走向沒落。南洋理工大學陳雲雲副教授直言：殘酷現實，如今年輕人學習方言，只能像學習一門陌生外語，缺少家庭日常使用環境，根本無法完成完整文化傳承。這場全民瘋狂搶購原聲場次的熱潮，本質是新加坡華人一場遲來集體的文化哀悼。院線片商加開百場的申請，恰恰印證民众最質樸的訴求。我們不排斥通用華語，我們只是不想祖輩流傳百年的鄉音徹底消失在熒幕與日常生活裡。很多人只糾結媒體雙標過度上綱上線，卻沒有深挖藏在評論背後難以言說的底層身份焦慮。整件輿論風波的源頭始於5月21號聯合早報的沈澤偉專欄《給阿媽的情書》的統戰啟事。文中拋出驚世駭俗的定論，這部無一句政治口號，全程講述異鄉守望情誼的鄉土電影，是統戰工作最高境界，靠親情共情完成軟性情感攻心。提醒新加坡觀眾觀看時必須剝離情緒，提防身份錯位。後續韓詠梅6月14號刊發長文，進一步把全網針對專欄觀點、語言政策的理性批評和網絡少量 AI 拼接新加坡印度化對立短視頻強行捆綁，全部定性境外有組織認知戰 ，Cheap Fakes 批量造謠，塑造媒體無辜受害者形象，回避自家評論預設立場概念濫用的核心根源。我們先用韓非子說難中夷陵道府的寓言，看懂整套評論邏輯的先天缺陷。有人丟了斧頭心中預先設定鄰居的孩子是盜賊，所以從此以後這孩子走路談吐神態一舉一動都像是小偷，直到他在自己家找回了斧頭，再看這個孩子的時候，一言一行言談舉止之間又沒有小偷的嫌疑。如今部分新加坡評論者手中始終握着一把名為統戰滲透的，心中預先埋下預設，一切源自中國，能夠打動海外華人的文化作品背後必然暗藏地缘政治的圖謀，由此構建出一套無法證偽、閉環自洽的詭辯套路。如果國產影片充斥宏大家國敘事，等於直白官方統戰宣傳；如果國產影片只有親情鄉愁，無任何政治標語，高階無痕情感滲透，段位更高，更需警惕。依照這套標準推演，全球所有講述故土親情、祖輩遷徙的文藝作品，全部可以扣上滲透工具的帽子。可同樣是講述家族鄉愁、跨地域親情的好萊塢影片，陸續登陸新加坡院線，全程原版無刪減放映，媒體統一解讀為普世人文、治癒溫情。印度、馬來西亞本土民俗影片公映被誇讚多元文化包容，唯獨華人本土鄉愁方言片要承受層層審批、限量排片、預先定罪式解讀，赤裸裸的話語雙重標準。這倆在拋出第二層刁鑽的反轉。真正動搖國民認同秩序的，從來不是一句潮州話、一封僑批家書，而是長期刻意割裂民眾文化根脈催生的抵觸與隔閡。成熟、自信、穩固的國家認同，從來不需要民眾主動割捨祖輩記憶，摒棄原生鄉音。一名遵紀守法、履行公民義務、以新加坡人為第一身份的華人，同時聽得懂潮州話，為下南洋先輩的僑批故事落淚，二者不存在絲毫對立衝突。《禮記大傳》記載：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懷念祖輩、眷戀故土文脈，是華夏族群與生俱來的本能，不分國界，不分地域。當年數百萬潮汕祖先先輩冒着風浪，唐山過台灣，下南洋。一紙僑批橫跨萬里重洋，承載的只是家人平安的樸素期盼，不存在任何地緣博弈、政治謀劃。之前我整理過台灣同胞的真實感受，不少台灣青年專程飛越海峽前往廣東觀影，片中主角因躲避徵兵遠赴南洋的橋段，瞬間聯想到自家外公，潮汕饒平出身，行路途中無故被抓，兵渡海赴台。半生漂泊落地生根，和電影《木生》的經歷堪稱平行時空。一句童言阿嬤，南洋華人共同的血脈記憶，這份流淌千年的人文溫情，卻被強行套上政治博弈的冰冷框架。更諷刺的是，邏輯本末倒置，
引發全網爭議的源頭是專欄作者率先將純粹親情文藝地緣政治化，可後續評論反而顛倒因果，把大眾針對觀點、語言、政策的理性討論打包歸類為有組織輿論攻擊，向外尋找外部勢力當作矛盾借口，正是王陽明心學所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心理預設的猜忌偏見才是最難破除的認知枷鎖。很多人混淆兩個完全獨立的核心概念，也是整場辯論撕裂的根源。其一，通用溝通華語是後天學習，用於消解多籍貫華人溝通壁壘的社會工具，推廣普及具備合理治理價值。其二，族群方言文脈承載遷徙歷史、宗族信義、民俗記憶的原生文化根魂，屬於純粹人文情感範疇，天然不會撕裂國家認同。道德經辯證有言：有無相生，長短相形。工具語言與根脈方言相輔相成，絕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面。華夏大陸全國普及用普通話，同時完整保護粵語、閩南、潮州、客家各類方言，地方戲曲、方言電影常態化全量放映，從未出現普及通用語就必須消滅方言的極端思路，充分印證二者完全可以兼容共存。很多人片面吹捧或全盘否定講華語運動，今天站在客觀中立角度辯證拆解政策兩面性，看懂這場電影搶票熱潮背後數十年語言管控積累的深層矛盾。第一，政策客觀正面歷史價值不可全盤否定。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華人社群內部四分五裂，潮州、福建、客家、海南各族群各守自身方言，跨籍貫協作溝通存在巨大壁壘。新生小國急需一套統一語言，凝聚華人群體，簡化雙語教育體系，同時對接全球華語商貿發展浪潮。1979年正式啟動的講華語運動，在特定歷史階段具備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統一華語落地後，不同籍貫華人擁有共同交流載體，極大降低社會溝通成本。標準化華語教育同步夯實全民英語雙語體系，維繫多元種族社會平衡。數十年培育大量雙語人才，為新加坡經濟騰飛提供關鍵語言紅利。二，一刀切極端執行帶來三大難以彌補的隱性弊端，也是本次風波爆發的核心根源。第一，方言完整傳承鏈條斷裂，依附方言的民俗文化徹底失去載體。潮州方言綁定僑批世界記憶遺產，出花園成人禮、潮劇、潮汕宗族飲食禮儀，閩南語串聯唐山過台灣百年遷徙史，祭祖傳統。語言一旦消亡，配套存續的百年民間民俗、祖輩口述歷史會同步凋零。如今新加坡年輕一代聽得懂英語、華語，卻聽不懂祖輩口中的遷徙往事，兩代人形成難以逾越的文化代溝。第二，人為制造身份二元對立敘事，刻意割裂祖籍文脈與本國公民身份。數十年官方宣傳長期塑造固定身份排序，新加坡公民第一，華人族群第二，祖籍後人第三，刻意淡化民众對故土文脈的親近感。當一部方言電影喚醒潛藏的祖籍記憶，部分精英圈層立刻產生強烈焦慮，擔憂苦心構建的身份排序出現裂痕。鄰國馬來西亞給出完美的參照範本，同樣多元族群結構，海量潮汕閩南華僑，不強制取締方言、華語各類本土方言並行包容。馬來西亞民眾既能牢固保有馬來西亞國民認同，又完整傳承鄉音、僑批文化，二者並行不悖，不存在所謂文化滲透隱患。鮮明對比印證，包容文化根脈絕不會削弱國家認可。第三，公眾輿論長期形成天然猜忌濾鏡，華人文化作品承受雙重嚴苛審視。西方、印度、馬來文化影片在新加坡公映，一律原版完整放映，解讀偏向多元人文表達。只要是源自中国、講述華人鄉愁的方言影片，必先層層審批，限量場次，評論先行預判，暗藏政治目的，長久以往形成極不公平的評判標尺。普通民眾只是想安安靜靜在影院聽一句原聲的阿嬤，卻要背負額外的政治猜忌，本質是長期失衡的語言管控、輿論導向，讓正常文化訴求都蒙上一層陰謀論陰影。學者李子霖、陳寅雲不約而同提出警示：如今年輕人學習方言僅能當作課外興趣，沒有家庭日常使用土壤。再過個20-30年，潮州、福建方言或將徹底退出新加坡公共生活，祖輩下南洋的百年記憶再也沒有語言載體可以傳遞。片商三度加長，
民眾徹夜排队搶票，本質是整個華人社會一次集體文化自救，大家也拼盡全力，只為留住即將消失的鄉音。又到了給家人們獻上一計的時候，接下來結合中庸、質兩用中萬物共生的核心治世智慧，針對四方群體，給出兼顧國民認同、族群文脈、跨地域共情的完整落地解法，跳出非黑即白的極端思維，從根源消解同類輿論撕裂。計策一：新加坡文化監管與媒體評論層面，修正二元對立敘事，守住評論客觀底線。語言政策柔性調整，區分推廣通用華語與強制取締方言，持續普及華語作為跨種族、跨族群通用溝通工具。同時放開方言影視、戲劇、民俗活動常態化放映限制，不再以文化巡禮名義限量管控，做到華語、方言雙向包容共存。評論寫作嚴守專業概念邊界，拒絕泛化濫用統戰認知戰標籤，區分民間親情文藝創作與系統性政治工作，解讀僑批鄉愁類鄉土作品優先從人文、遷徙史、宗族民俗切入，不預先套用地緣博弈猜忌濾鏡，重塑多層兼容身份敘事框架，明確新加坡公民為第一核心身份，同時坦然接納民眾對祖籍方言先輩遷徙歷史的文化情感，不必将血脈溫情視作治理風險，真正自信的國族認同不懼多元文化共情。計策二：普通觀眾通用思辨心法，後真相時代抵禦情緒操弄，終身適用。分清工具語言與文化根脈，拒絕兩種極端思維，既不否定統一華語的社會溝通價值，也不否定方言承載的祖輩記憶，跳出非此即彼的對立選擇題，分層拆分網絡輿論，杜絕一刀切定性，理性呼籲放開方言放映，客觀點評媒體觀點的普通民眾，和流量 AI 拼接族群對立短視頻是兩類完全獨立內容，不可捆綁打包定義為有組織輿論攻勢，識破預設有罪，詭辯邏輯，遇到全盤妖魔化鄉愁親情的評論，主動追問完整證據鏈，不被高大上專業術語遮蓋邏輯漏洞，共情不分國界，鄉愁無關陣營，看懂下南洋、唐山過台灣共通的華人苦難與堅守，明白一句阿嬤，一紙僑批，是跨越山海共同的純粹人性溫柔。計策三：華語方言影視創作者長期創作思路，搭建無隔閡文化溝通橋梁，扎根普通人祖輩遷徙、宗族親情、僑批記憶，弱化對立敘事，純粹以人文民俗為核心創作，如同給阿嬤的情書，不靠宏大口號，僅憑最樸素的祖孫守望打動全球華人，用溫和的鄉土敘事消解外界對華人文藝作品的天然猜忌，讓方言鄉愁回歸純粹的文化本身，而非地緣博弈工具。計謀四：海外華文媒體優化解讀視角，消解跨地輿論隔閡。面對內地鄉土方言鄉愁類影片，優先從族群文化、遷徙歷史、人文情感切入解讀，少優先套用地緣博弈框架，客觀區分民間獨立創作與系統性宣傳工作，減少預設立場、有罪推定式評論，消解海內外華人之間不必要的輿論撕裂。電影會散場，票房終究會停在一個數字，排隊的人群也終將散去。可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從來不是給阿嬤的情書到底還能不能再加100場，而是如果有一天這世上再沒有人會喊那一句阿嬤，那我們終究失去的是什麼？失去的不只是一種方言，失去的是祖輩漂洋過海時藏在行李箱裡那把故鄉泥土，失去的是一封封跨越萬里重洋的僑批，失去的是春節桌上那碗蚵條，是宗祠裡的香火，是老人嘴裡那些年輕人已經聽不懂的故事。詩經有言：永言孝思，孝思為泽。一個民族真正的財富從來不是高樓大廈，也不是 GDP 數字，而是代代相傳從未斷裂的文化記憶。很多人今天爭論的是該說普通話還是方言，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問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我們有沒有能力讓普通話成為溝通世界的橋梁，同時也讓一句阿嬤繼續留在孩子的童年裡。所以給阿嬤的情書真正創造的奇蹟，不是20億票房，也不是連續3次加場，更不是影院門口排起的長龍。它真正創造的是一個久違的瞬間，幾十萬、幾百萬海外華人突然停下腳步，開始認真問自己同一個問題：我的根兒到底在哪裡？我是白飯大肉大招，點讚關注，下期再見。